各位线上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啊，文字看起来很简单，但却蕴含深刻的人生智慧啊。因为这也是孔子的思想体系，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对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知道他的人不如喜欢他的人，喜欢他的人又不如以他为乐的人啊。我们可以拿这句话来印证，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或菩萨道的修行上，一路走来不同阶段的不同的心路历程啊。现在我们来解释什么是知之者，什么是好之者，什么是乐之者啊。这三个层次是各不相同的好像信解行证不相同的，但有它的顺序那第三个乐之者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啦。那第一个什么是知之者呢？顾名思义就是知道某个道理，或了解某件事情，或者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事情，这些都是属于理性上的理解跟知道叫做知之者啦。那好之者就是不只知道这个道理或知道这件事情，还欢喜这个道理喜欢这件事情但光是知道或喜欢还不够因为很多人虽然知道要去做对的事，但迟迟没有付诸行动或者做到一半停停退退，断断续续，那这样就是停留在好之者的阶段有些人呢，不只是知道道理也开始投入行动，慢慢的也爱上这份工作在欢喜付出跟发挥功能之际呢，看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然而有时候还是会因为境界的千变万化心境呢也随之动荡不定，造成情绪起伏啦，感觉很累啦甚至会想说哎呀，让我休息一下多好啦那这样呢也是停留在好之者的阶段。第三个乐之者的境界就更高一层意思是说以实践这个道理或身体力行去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为一大乐事是全心的投入发自内心的热爱不但不觉得辛苦，反而是乐此不疲，乐在其中即使遭逢了种种的逆境跟考验，还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继续做下去不但热情不减再加上意志坚定那这个就是情跟诚具足了。这样修道或做任何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孔子说乐之者这个境界呢，不是简单的快乐或开心而已而是把乐这个字呢，把它广义阐述，那道理就更深层的更深邃了这个叫做词很淡，理很浓那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道理呢，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跟志工的工作中呢，那更是贴切恰好能说明一个人从知之者的理解到好之者的热情再到乐之者的欢喜付出，乐在奉献，那这个就是牺牲享受牺牲的心境，也是乐之者的境界啦。有些人知道当志工很好，也知道帮助人的感觉很好，但只停留在知道、认同跟理解的层面那不一定会有行动。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嘴巴认同跟亲身投入两个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很大的差距那有些人会主动投入做志工，也愿意花时间来做，但有时候还是会感觉会累那这个累呢，身累还好只要休息一下呢，或好好睡他一觉就会游玩起一杯瓦凉但是如果是心很累那这个就哀莫大于心死了就好像引擎熄火一样，那车子当然是动不了了。
心忙或心烦或心累，都很可能引起停退或放弃的念头啦。这个就是为什么菩萨道上很多人会进进退退、断断续续的原因之一呀。如果做一件事或做志工也好，是保持的乐知者的心态啊，不只是喜欢哦，还把它当作是心智成长的养分，把它当作一种储备不可或缺的往生之粮啊。那这样子的心念跟境界就大大不同了。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人生目标不但明确而专注，因此会做得很欢喜，忙得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很法喜。所以他也不会怕辛苦，因为他不会把承担事情呢当作辛苦，而是一种幸福，一种福报啊。虽然表面上他在加重承担，但他的内心却能减轻负担哦，没有心理负担，没有心理压力，因此他做得很甘愿。那这个就是证严上人所说的甘愿做欢喜受，甘愿做欢喜修啦。这是一种出世的精神哦。那这样子的精神会让我们做得很甘愿呐，很欢喜的不会因为碰到一点困难、挫折或人事问题呢，而轻言停退或动辄不来啊。那这就是乐知者的体现呐。从理解到热爱，从热爱到欢喜奉献，最后才能够成就心灵的富足跟自在啊。所以孔子这句话把它套用在志工或修行上呢，不只是贴切哦，简直是志工心智成长的三部曲啊。有在做志工的人应该对这样的道理有所体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哈。人生的学习如果能进阶到乐知者的这个程度啊，那功夫就大大不同了。他会把做对的事情呢，当成滋润慧命的养分啊，因此会越做越喜悦啊。哪怕风吹日晒雨淋呐，或碰到挑战跟磨难呐，或者说做个老官想个老烂，然而他的内心还是欢喜的甘愿的欢喜受嘛，自在的那这个就不简单的啦。所以做的久已经很不简单了而能够做的乐，那更是不简单啦。因为这个是乐知者呢，心宽念存呐。那做志工做的欢喜的，可以说都是保持着心宽念存的一个人如果是心宽念存则喜悦自然是长相左右。也因此佛家才说嘛，清净跟喜悦是相辅相成的，心清净才会心宽念存那心不清净，一定是心不宽念不存，两个是互为因果。人生的学习呢，很需要有乐知者的心态跟精神很有爱心，但没有体力这个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身强体壮，但是心灵脆弱这个会烦恼满身而走得跌跌撞撞然而如果是处在乐知者的这个境界他不会只靠体力去做事情的，因为他了解体力有限心力无穷的道理他清楚知道单靠体力做事情，那个是靠筋骨的力量如果是靠心力的话呢，那是心灵的力量体力有形，所以力量很有限。那心力无形所以力量是无穷的其实人类的肉体有它的极限的，我们事情做多了会疲倦会人生会老化会生病因此体能或体力是有限的资源。然而如果心中有正法，那这个时候是肉身变法身一旦是法身，那依靠的是心力跟法力那体力不能说不重要啦，但法力是更重要法身是用的是心力跟法力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不是靠蛮力或者体力而是靠爱心、信心、愿力、智慧、意志力、感恩心等等，这些都不是靠筋骨或肌肉
而是靠心智跟精神啊，这样才能够突破身体的限制啊。证严上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啊。90岁了还心清志明，精进不懈，还在行脚奔波啊，弘法利生，到处开示，没有因为老而有所停滞哦。这就是如佛陀所说的，佛陀留给弟子们最大的遗产，就是他的身教跟言教，而不是有形的舍利子啊，或者佛牙舍利、佛指舍利，不是啊，而是无形的法身舍利啊。这才是佛陀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我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存乎一心》啊。那出新书就免不了要在全台湾跟海外呢举行巡回讲座。那从新书上架的未来4个月内呢，包括海内外啊，至少有50-60场的讲座。那我的行事历中呢，几乎周6日都是排满的。这种新书讲座的演讲，比一般培训的讲课还要花更多时间呢。不但要早1小时到现场签书啊，那分享或演讲结束后，还要延后离开继续签啊，因为书还没签完啊。1个小时只能签150本那陪伴的，所以这个不是上台动口就是下台动手嘛。那陪伴的这些志工们，有时候看我1个下午签掉1支新笔啊，就会问我啊，哇，签那么多书，手会不会酸呐？那我都会回答哦，签少才会酸呐，签多就不会酸了。因此呢，这种紧凑的行程呢，如果把它当做一份工作来做，那看到这样的行程呢，腿都软掉了啦。然而，如果把它当做一种学习，把它当作以情相牵、以法相会、广结善缘的好机会，那就会充满期待跟希望啊。这个道理就好像我们要出门旅游一样嘛，还没有出门之前呢，心中已经是欢喜等待了嘛，对不对啊？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啊。那这个就是孔子讲的乐之者啦，这样解释大家都容易听得懂啊。很多志工在年老之后呢，体力衰退甚至有病痛缠身啊。其实他还是可以继续发挥功能的，他可以透过自己的爱语、雅言正语去鼓励别人啊，去鼓舞别人啊，透过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去发挥影响力呀。回眸来时路啊，即使真的是老到不方便讲话了。也没有体力做事情了，也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发挥功能啊。那证严上人对这样的老菩萨都是怎么样劝他们的呢？上无你嘛行出来给看啊，至少走出来给人家看啊，这样也是路人群，也是老有所用啊。有智慧的人呢，懂得善用有限的时间跟体力，他不会莽撞，他不会挥霍。所以能做得更久，走得更远。其实这个就是持盈保泰这个道理呀。持盈保泰就是说，随时都在充实自己，让自己随时保持在蓄势待发的状态啊。只要机缘一到呢，就能立即掌握而发光发热啊。蓄势就是蓄积能量嘛，对。要蓄积能量呢，就不能莽撞啊。不能挥霍，不能炫耀啊，不能骄傲啊，这样才能保泰啊。就是说，保住现况，保住我们的优势，保住实力，守之不动的意思啦。得意的时候要看得淡，失意的时候要看得开。风光只是一时，平安才是一生啊。同理啊，越是顺利时，越要低调。越是得意时，越要守心啊！真正的成功是守住一颗不浮躁的心啊，这样才能够让成功持久，而非昙花一现。简单讲啦，就是饱满的稻穗总是弯着腰嘛，道理就是这样子嘛。不是在困境中才要来修行啊，
也不是烦恼满身时才要来学佛，不是，而是不论顺逆境界都保持着戒事练心的心态。顺境中呢，更需要谦卑学习，因为顺逆也是无常哦，无常观啦，要随时提升自己的心智跟定力呢，这样才能够让成功持久，才能让快乐持久啦。能做到这样，就不只是知之者或者好之者哦，而是乐之者啊。所以要成为乐之者呢，持盈保泰这个生命哲理也是要把它拿来搭配啊。很多人问我了哈，哎呀，你们做志工做这么热衷，不会累吗？其实我们不是在做事，我们是在做欢喜，是在探欢喜呀。那这个就是乐之者了，欢喜的乐之者嘛。所以志工工作不应该是压力，而是快乐的泉源呐。志工工作也不是额外的负担哦，而是心灵的保养哦。要有这样的心态呢，才能乐此不疲呀。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不如对这个道理有兴趣。对这个道理有兴趣，不如去实践这个道理，而从中得到成长的喜悦。我们平常在做事，如果只是因为这个我应该做的，那是责任；如果是因为我喜欢做，那这个是热情。如果我们能够乐在其中啊，那这就是一种修行了，是一种境界了哦。早期我经常带新马的慈济志工啊，到花莲的净世精舍寻根哈。刚开始的时候，那其中免不了都要跟正言上人温馨交流啊，报告你的心得，报告你做什么事情嘛。那个时候上人都会问大家哦，啊，你们做慈济有没有做得很欢喜呀？您做得有欢喜不？这是最真实也最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做得欢喜而乐在其中，这样才有可能继续做下去啦。相反的，如果做得不欢喜、不开心，代表心被困住而心事重重，这样就会挣扎不已，就会停停退退了。所以正言上人问志工这句话是一针见血，直指人心呢，问到重点呢。如果你回答做得很开心，那就是乐之者的心境了，力量就会持续，那这样师父就会很放心了。相反的，如果你回答不开心，甚至抱怨连连啊，那就会变成苦难的众生了。那这个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了啊，叫做存乎一心呐，自己的一心呐。志工群里面呢，有人一开始是被人邀请来帮忙的，也不是自愿的哦，所以需要善知识的邀请嘛。但是慢慢做久了以后，发现帮助人的感觉很好而且忙得有意义、很充实呢。慢慢的，他就会自动自发，而越做越开心。那这样也是属于乐之者。有一位负责长照的志工说了刚开始投入的时候觉得很辛苦，后来看到长者的笑容，就忘了疲累了，反而期待说，下一次还要再来。那这样的人也是一种乐之者。这个世界上会做事情的人很多啦，甚至会做好事的人也很多，但是能够持久的人就不多。这个叫做发心容易，恒心难呐。那投入志工之后，我们也会发现能持久的人也不少，很多很多志工嘛，但是能够做得欢喜的人就不多。所以做得欢喜的人才是可贵的，知之是起点，好之是动力，乐之才是力量的泉源呐。有些人做事靠能力有些人做事是靠热情。然而，能够真正走得长远、做得甘愿的人，也做得欢喜的人，是那些乐在其中的人呐。知之只是会做，这不代表会做得长久知之或好之的
知之勿好之，只是会做，但不代表会做得长久。要做的长久，需要有驱动力啊。这个驱动力就是什么？做得很开心啊，做个就欢喜啊。那乐之者是因为行中有法，他不但做，他还学；他不但学，他还做。他不但做，他还觉；不但觉，还悟。这样子，所以心中有法嘛，才有可能法喜充满啊，才有可能乐在其中啊。那他做事不必靠人提醒，是靠自己有喜悦的心呐。那在志工团体里面呢，我们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做志工能做得长久的，多半不是因为有能力或者有才华，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有一颗感恩的心跟欢喜的心啊。因此他做什么事都满心欢喜，法喜充满啊。即使碰到困境，也是心存感恩。有这样子的正念呢，才能够做得长久啊。那这样子的志工也是乐之者啊，没有投入当志工的人也是一样哦。只要你做任何事都能理解这个道理啊，喜欢这个道理，并且乐此不疲，永不言倦，那这样也算是乐之者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人人都是一个快快乐乐的乐之者啊！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